真正的顶级眼光是什么？最近整个资本圈、产业圈都被一件事刷屏了，那就是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直接暴涨472%，市值一路狂飙冲到3.28万亿，直接挤掉老牌巨头工商银行，稳稳坐上了 A 股新一哥的位置。看着这炸裂的数据，全网都在羡慕那些持股暴富的投资人。但说实话，真正笑到最后的大赢家，从头到尾都是合肥国资。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很多人只看到合肥这次赚翻了，却根本不知道这万亿收益背后是整整10年的隐忍和坚守。咱们先算一笔最直观的账，大家就知道有多夸张。经过 IPO 股份稀释之后，合肥国资通过好几家主体平台合计持有长兴科技33.11%的股份，按照上市收盘的市值来算，单单这笔股权的浮盈就稳稳突破了1万亿人民币。1万亿是什么概念？合肥市2025年全市的公共预算收入也就977.35亿元。换句话讲，合肥这一次投资的收益，直接相当于白减了自己10年的财政收入，这回报率放在全国所有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对手。看到这里，肯定很多人疑惑，凭什么是合肥？为什么这种顶级产业红利次次都能被合肥精准拿捏？其实根本不是运气好，合肥赢就赢在别人疯狂赚快钱的时候，他愿意沉下心来赌未来，熬长线。咱们把时间拉回到2016年，一切答案就清楚了。当年长兴科技项目正式启动，打算攻坚国产内存芯片，可在那个时候敢入局做这个赛道，在外人眼里简直就是离谱的冒险。稍微懂点行业的都知道，10年前的全球储存芯片市场基本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3家外企彻底锁死，96%的市场份额被牢牢垄断。不管是技术体系、客户资源，还是配套产业链、核心专利，全是人家的壁垒。国内相关产业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技术，没有经验，没有配套，谁都不敢轻易碰这个硬骨头。而且这个行业最吓人的一点就是前期只烧钱不赚钱，投入1000亿级资金是常态，回报周期长达10年以上，失败概率高的吓人。换做别的城市、别的资本，大概率早就摆手拒绝了，毕竟谁也不愿意拿真金白银的财政资金去赌一个大概率打水漂的项目。但合肥偏不，他看得比所有人都长远。合肥很清楚，储存芯片是电子产业的基础粮食，如果我们一直依赖进口，命脉就永远握在别人手里。于是从2016年开始，合肥国资就铁了心陪跑，长兴科技亏钱，合肥就持续输血，整整10年从未间断。有媒体统计过，这10年时间，合肥国资累计给长兴科技投入了260亿到300亿的巨额资金。最艰难的是2022到2024这3年，长兴科技连年亏损，3年净亏超318亿，账面数据看着惨不忍睹。中途很多合作资本都扛不住了，纷纷撤资离场。最典型的就是碧桂园，因为自身地产资金危机，直接把手里的长兴股权原价转让给了合肥国资，1分钱利润没赚到，还白白错失了400多亿的收益。别人都在跑路的时候，只有合肥不仅没撤，还果断接盘，越跌越投。这份定力真的没几个地方能做到。当然，合肥这10年的坚守换来的绝对不只是账面那1万亿的浮盈，如果只看到钱，那就太肤浅了。比起短期财富，合肥真正赚到的是整座城市的产业底气和未来发展的底气。首先就是完整的产业链彻底成型，靠着长兴科技这一个龙头企业，合肥硬生生聚拢了450多家半导体配套企业。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材料、设备全链路全覆盖，对比一下数据就知道有多恐怖。2016年合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只有180亿，到了2025年直接暴涨到1514亿，9年时间翻了7倍多，这就是龙头带动的产业奇迹。除此之外，还解决了海量就业岗位，单单长兴科技自身的员工规模就接近2万人，算上上下游配套企业，整体带动的就业人数轻松突破10万，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稳定工作。
稳定收入，这比任何短期财政收益都更有价值。其实，熟悉合肥发展的朋友都知道，压住长兴科技只是合肥封神操作的其中一环，它早就摸索出了一套独有的城市发展打法，而且次次精准命中风口。早在2008年，全国城市都在疯狂卖地盖楼赚地产快钱的时候，合肥就反其道而行之。当时合肥全年财政收入才160亿，却敢拿出175亿。引进连年亏损的京东方赌新型显示赛道，当时全网都在嘲讽合肥盲目乱投资。可最后呢，京东方彻底落地，让合肥成为全球顶尖的新型显示产业基地。合肥通过减持退出，净赚100多亿，还拿下了完整的面板产业链。后来蔚来汽车濒临破产，资金链彻底断裂，没人愿意接盘的时候，又是合肥逆势出手，稳住了蔚来，也让合肥坐稳了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位置。很多人都说合肥爱赌，其实他从来不是盲目赌运气，而是在用股权财政替代土地财政。别的城市靠卖地赚一时的快钱，地卖完就没了，合肥是花钱养优质企业，企业成长，上市增值，再把收益投向下一个产业，循环造血，持续发展。哪怕中途也踩过一些小坑，但这套长期主义的产业逻辑已经彻底让合肥实现了弯道超车。大家以前提起中国芯片，外媒清一色都是偏见和嘲讽，张口就是依赖补贴，只会烧钱，没有核心技术。可这次长兴科技强势上市，业绩暴涨之后，一向挑剔的西方媒体居然集体改口，罕见给出了高度评价。美国知名媒体商业内幕直接发文点评，说长兴科技的上市是中国半导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直接诞生了 A 股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这波行情充分证明了全球投资者都看好中国科技自主的大趋势。在美国层层技术封锁的背景下，国产替代的红利已经彻底爆发。英国金融时报看得更透彻，直言长兴科技的崛起意味着中国已经搭建起了一套不受美国管制、自主可控的 AI 芯片供应链，彻底打破了西方的技术枷锁。 BBC、 华尔街日报这些主流外媒也纷纷跟进报道，一致认为长兴科技的亮眼表现不只是一家企业的成功，更是中国突破全球存储芯片垄断的关键一步。要知道，过去几十年，全球 DRAM 存储芯片市场一直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3家外企牢牢把控。我们国内的手机、服务器、电子设备需要的存储芯片几乎全靠进口，人家随便掐断供应、调整价格，我们的整个电子产业就会受影响。这种被动局面持续了太多年。以前外媒总觉得我们的芯片企业撑不起来，没有自主造血能力，全靠政府补贴续命。但这次长兴科技晒出的业绩直接打破了所有刻板印象，狠狠打脸各路质疑。长兴科技单季营收直接冲到508亿，同比暴涨719.13%，单季净利润高达247.62亿。按照上半年的业绩预告来看，上半年净利润能达到500亿到570亿，同比增长直接突破20倍。谁还敢说国产芯片只会烧钱？从连年巨亏到一天净赚3个亿，长兴科技用10年时间完成了最硬核的逆袭，也让西方媒体不得不承认，中国自研芯片企业已经具备了超强的自主盈利能力，不再依赖外界输血。而就在长兴科技上市引爆全网的同一天，还有一个重磅消息悄悄落地，直接震动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甚至引发了海外股市大跌。根据海外科技媒体的独家报道，咱们国内企业已经实现了首款国产浸没式 DUV 光刻机的小规模量产，这可是卡了我们10几年的核心设备。长期以来，光刻机都是我们半导体产业最大的短板，也是西方拿捏我们的终极底牌。他们一直笃定，就算我们能设计芯片，能筹到资金，造不出高端光刻机，就永远无法实现全链条自主，随时会被卡脖子。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海外资本市场直接慌了。美东时间7月27日收盘，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直接暴跌5.8%，存储芯片大厂闪迪大跌超11%，SK 海力士也跌超7%。为什么海外巨头集体破防？因为他们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国产 DUV 光刻机实现量产交付，后续会陆续供给长兴科技、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这些头部晶圆厂，这就代表我们的芯片产业终于打通了设备、制造、生产、应用的完整内循环。之前长兴科技最大的隐患就是核心设备依赖进口，随时可能被限制，相当于头顶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现在国产光刻机跟上节奏，等于彻底拔掉了这个最大隐患。
存储芯片产业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而且很多人不知道，长兴科技这次上市募资接近75%的资金都会用来购置生产设备，国产光刻机的落地刚好和这波产能扩张完美衔接，未来的发展空间根本没法估量。当然，我们也得客观理性看待，不能盲目吹捧。目前长兴科技和全球顶级巨头比，依然有不小差距。SK 海力士、美光的市值依旧遥遥领先 ，EUV 高端光刻机的技术瓶颈也还没完全突破，短期内想彻底追上，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不可否认的是，国产 DUV 光刻机的量产已经硬生生撕开了西方的技术封锁口子。当中国芯配上中国造设备，全球半导体的旧格局注定要被彻底改写，属于我们的产业时代才刚刚开始。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